常随佛学。哇，今天我忘记带这个我的闹钟来。好啦，讲到哪里就是哪里了。那么在我们学佛这句话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啊！常随佛学，学这个字呢，非常有意思。学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子，子就是什么呢？孩子啊，这个子，就是初学啊，或者一个学习的过程啊，我们这学子啊，然后学到你见到了，就叫做觉，就悟了。那么在我们信仰佛教的这个学习里面，这个信仰里面，我们先讲到信仰。那我们发现到说，我们用“学”这个字来贯穿我们整体的，不只是学习，还有信仰，还有到我们觉悟，从学到觉那个过程。那么“学”这个字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就是学习修学。那么一讲到学，大家都明白了我们从小就学到老，所以我们活到老学到老，好像每一天我们都在学习。如果有一天发现到你没有学习的时候呢，这个就有一点点麻烦了为什么呢？因为就表示你这个人呢已经怎么样被冻结了冰冻了，冻结了所以呢你不能学习了。所以只要我们还活着，我们就不断的在学习这个跟佛法所讲的这个无常无我的这个道理呢，其实呢是贯通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在不断流动的过程，不断变化的过程，所以佛法呢，它的观念很好，就是演化，我们是在演化的过程。那么从西方现代的这种物质的这个唯物论的角度呢，我们人是不断的在进化可是呢，我们中华文化包括东方的一些文化呢，我们觉得我们是在退化那么退化的角度呢，就是我们比较重视这个唯心，所以呢，我们所有的认为最好的都是我们的圣人，都是在古代的我们发现现代没有圣人了现代没有孔子，没有老子，没有孟子，没有释迦牟尼佛没有龙树菩萨没有了，这些都圣人了那么这个是思想方面、观念方面比较唯心的这个学习，我们都觉得古人真的比我们好很多。那么你从物质的角度，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工业革命，我们懂得怎么去转化这个能量，因为对物的理知道的越来越透，这个理知道了以后，你就可以转化它，转化这个能量，所以有科学的技术所以我们看这些都是科学发明的东西，那么都好像不断的把我们的生活推得更快，现在是越来越快了所以现在我们用这个有什么1G 是普通电话打，然后什么2G、3G 的时候，我们就传那个 SMS， 现在4G我们就可以传很多图像看电影什么什么这样，但是有一些速度还比较慢。现在进入5G 的时代然后在不久呢就6G 来了，G 就是带
第几代的这个网页就现在的电子的这个科技嘛，所以我们就越来越快速了。然后我们发现到说，我们追求的东西是越来越快速了。那么在物理上这个是进步，可是在心理上呢，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越来越多烦恼，妄念多。我们总是觉得以前的人看起来比较单纯一点，因为他们不用学那么多东西古人呢，一本《论语》读一辈子，我们现在呢，哪有可能？我们现在一生要读的书，你知道多少吗？所以不断的要追逐这个学问。然后老子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有限制的，知识呢是无限制的。有限制的生命去追逐无限制的这个学问的话，肯定是你会被打败的所以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都被打败所以很多问题很多我们叫文明的毛病那么最严重的大概都是心理的毛病我们现在大部分的人这个心理毛病很多所以呢，你看我们教书的时候呢，我们去教学生，家长来带着，因为我教1年级的很难看到这个男老师教1年级，因为我是带一个老师的这个他就换了，就是他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留个空缺，我刚好补进去，然后刚好他教的是1年级，然后我教了差不多半年多，因为我是4月、5月进去的，所以我教书教了，我说我出道早，教书教了1个礼拜就过19岁生日18岁就出来闯天下了那么第2年呢，那个校长想说，反正你在那边教，顺便，所以1年级大概我们那个学校算是大型的学校，大概1年级有7班还是8班，蛮大的最少有6班了，可能不止6、7、8班了，我忘记了。我有个学生在这里，我第1年教的学生，他现在来找这个老师，这个老学生忘记了，问他可能会比较清楚有几班。然后那个校长想说，反正你教了就继续教吧，那个学生家长带学生来的时候呢，就交给老师了，然后他们就在旁边看，我们就在处理。然后这个家长有不少家长，他就会跟老师说：“老师，我的孩子不乖，你要打他哦。”我们打学生是父母给命令的，说凶，打的很有技巧的那个时候的学生从来没有听到学生需要辅导的，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倒下去的，都不用我们去扶他。然后我教了几年，我都出家了，所以我很幸运，我比很多老师都幸运，因为我脱离苦海。后来的老师真的是我们现在呢，小学都有特殊的这个辅导室，小学生呢都要辅导了，都有精神问题。以前的我们那个时候在读的时候，还有到我们在教书的时候，你看学生顽皮呢，你就到老师2下就解决他了不然呢严重一点带到我们叫训育主任，对不对有些叫训导，有些叫训育，训你，教训你，对，都从来没有听到学生出问题调皮2下就解决他了，然后慢慢的，因为学生不行不能碰了，一碰他就倒了，所以要赶快找辅导的老师来辅导，让他不会倒。以前开始的时候，我们发现辅导是从
大学生因为功课压力太大，然后到了中学生，我们已经开始觉得不可思议了。小学生，现在再下去呢，就幼儿园的学生都要辅导可能有专门这个咨询的公司就辅导幼儿园的学生我们的学生这么小就出问题了，而且这个所谓的辅导，就是因为心理出问题嘛。那么这么小就心理出问题了，我们以前都没有听过的可能是量很少，现在量就增加了所以我们就发觉到说，看起来我们的物质不断的在进步，然后我们人的生活的速度、品质可以说物质上是增加了，但心理上呢，修养上的品质好像不一定有增加。所以我们中华文化里面呢，他会比较向后看，他觉得说我们退化，从唯心的角度来看，我们是退化。但是两个呢，其实都只讲到了一部分，讲到了一边。所以从佛法的角度呢，我们是因缘生因缘灭，叫做演化，它是不断的在演化，但是是演进还是退化就不一定，就要看这个因缘那以前的战争打来打去，就是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弓箭如果是发明那种叫年弩箭，就是一箭射出去可以射5支、8支或者10支，那很厉害了。所以攻城的时候就有这个武器。现在的武器太可怕了。你说现代的人有进步吗？我们的残忍的程度完全没有进步。有时候比野蛮人还要野蛮现在正在发生的战争可能会比野蛮人还要野蛮的比任何一种动物还要残忍的。他们的方式造成的那个灾难我们人还有进步我们都好像在退化了。可是呢，我们的科技又一直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呢，我们的进或者是退，其实呢是看整体的因缘。那么当然我们也发现到说，很多时候呢，物质文明进步了以后呢，我们的心理的文明心理的这个数字也会不断的在增长，但是不完全如此那回到我们佛教本身来，我们昨天谈到请佛住世，为什么要请佛住世？因为佛法衰微了，出现了法难了，所以呢，佛教它不会永远都是那么兴旺的有时候兴旺，有时候衰退。那么我们从中国佛教的角度来看近数百年，大概在清代的时候中国佛教汉传佛教呢，的确是在衰微的过程，因为整个中国文化、中华文化都在衰退，那佛教是其中的一环的这个文化，所以跟着整个潮流衰退。那么衰退到清代末年的时候，已经是真的是起不来了，感觉差不多要到谷底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改革，然后整个政治改革了以后呢，我们就发现到说有一群的学者、思想家，包括清代后期也有一些思想家，他们也纷纷的从这个中华文化里面，然后后来民国时期的时候呢，他们就留学这个西洋、欧美那边，因为那边当时已经比较先进了就他们的文明为主跟他们学习，然后就把很多东西带回来，然后要复兴我们自己本身的文化那么那个过程呢，就产生了很多了不起的这个思想家、学者，他们对中华文化的这个传承发挥了很大的力量所以有一个学者呢，他就讲了一句话，说这个中华民族呢是一个很特殊的，我们的文化是一个很特殊的文化，每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就有一群人，然后呢就起来复兴这个文化。我们发现到现在果然如此过了那一段时间以后呢，
开始衰微的佛教出现了民国时期的4个大师太虚大师、弘一大师、印光大师跟虚云老和尚，把整个汉传佛教又再拉起来。那么拉了以后呢，在有一段时间这个政治又改变了。那么政治改变的时候呢，佛教有一段时间也进入到非常危险，甚至一个很大的法难的这个过程。那时候我有因缘呢，大概90年的时候呢，去到中国。我80年呢去印度，回来呢我就不想再去了，因为我觉得说佛教在印度已经不可能再复兴了。可是呢，中国回来的时候呢，我充满信心，因为所有的硬体都在。那我就想说，只要硬体在，我们就有希望。果然这数十年来他们国式的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整个佛教也慢慢的兴旺起来所以呢，整个文化或者是所有的这个种族成长的过程都是这样。那么因缘生因缘灭，它也会灭，文化也会灭亡的，它跟生命一样的，它也会灭亡的。所以西方的学者呢，就历史的学者呢，他们就研究这个文明，发现这个我们的这个地球上的人类文明出现了好多次有一些文明算是灭亡了，可能这些人都还在，但是他的文明已经不在了。明显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埃及。埃及这个国家，或者是这个算是这个民族的流传都还在，他们的文明就古埃及的文明，现在只有剩下他们的遗物，就是金字塔、木乃伊那些都是他们很古代几千年前的文明。可是现在呢，埃及已经没有这种文明了中国呢，还有我们几千年一直传到现在，这个是目前呢，在人类的历史上呢，基本上我们如果说是唯一的，也不为过，因为其他的文明很多都已经中断，然后改变了很多但是呢，我们还可以用同一种文字去阅读我们古人的留下来的东西这个是非常特殊的所以有些人看中国的时候呢，他们说它不是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政体，它其实就是一个文化，所以它才能够传承。你是一个国家，灭了这个国就没有了，但是你是一个文明，是一个文化的话，你就会传承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理解呢，就让我们知道说，回到我们个人，我们人也就是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我们在不断的变化、不断的流动的过程。那么这个流动呢，你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一段时间我们很积极，然后学了很多东西，很精进修行也是很用功，但有一段时间我们就没力了然后又下来了，上上下下，人生就是上上下下。但是呢，从真正佛法的这个修行的角度呢，是我们都一直要保持在学习的状态你们每天这样念经就是在学习念完了以后，你就发现内心充实了很多，丰富了很多，甚至你们有一些可以把里面的一些很好的句子念了，赶快抄下来，把它背起来，那个不得了所以这个学习呢，是非常我们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所以学到最后呢，完成了以后就是觉悟了嘛从开始学整个学习的过程，然后最后觉悟了觉悟就是